晚了，求您就饶了兰儿这一次吧。苏长昭坐在太师椅上，长腿交叠，素手之仪。跟前一名娇容悦貌的女人，就是前不久刚选入宫的秀女杜兰儿。苏长昭长睫微垂，薄唇轻抿，拿起手里的玉扇，伸到杜兰儿下巴下，往上一挑。杜兰儿那张梨花带雨的俏脸立马被迫抬起。当看清苏长昭俊脸上扬起的笑意，杜兰儿先是一怔，因外界传言，这9000岁苏长昭虽是太监身，却玉面娇奢，生的比女子还要明艳动人。今日得见真人，果真传闻不虚啊！身为女子，居然还没有一个不阴不阳的太监长得好看吗？怎么哭了？我这还没动手呢。兰儿知错了，兰儿千不该万不该买通宫人，投进陛下寝宫。求千岁开恩，再给兰儿一次机会吧。杜兰儿赶忙攀上跟前悬衣蟒袍之人的膝盖，苦苦的哀求。放！边上一名冷面俊朗的贴身侍卫当即大喝了一声，拔剑出鞘。杜兰儿看到直指到面前那寒光射人的锋芒，想起外界传闻来，苏长昭极不喜人碰触。据说上一个碰他的人一双手就被砍掉了，想到自己一会儿也是这么个下场，杜兰儿当即两眼一翻，身子一歪，晕了过去。我操，又来！因为算上杜兰儿，这个月已经是第6个被吓晕的了。实际上的9000岁苏长昭，前几月的一天晚上就被刺客给刀了。如今这具身体里的是一个同名同姓的穿越者，关键她还是个女的。更关键的是，这副太监身体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儿身。苏长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穿到这部皇权撩人的种马文小说里。千岁，人晕过去了。我他妈是瞎吗？我看不出来他晕了，还用你说？把人送回去吧。对了，找一个人等他醒后，嘱咐他莫要再偷摸进陛下的寝宫，如有再犯，严惩不贷。是。那惩罚就禁足吧。千岁口中的禁足，定是让他断去此女的双腿。李行立马脸色一沉，抱拳道：是。在李行将晕倒的杜兰儿从地上提起，扛上肩头，正准备带走的时候，他连忙喊住了他：李行，本座说的禁足就只是禁足，你可千万别会错意了。千岁大人如此嘱咐，定是因近日有朝臣弹劾上月监察院办事不力之事。还是千岁深谋远虑，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从审讯室出来之后，苏长昭就直接去了御书房。如今的皇帝陛下刚继位不到半年，根基不稳，手无实权，加上没有主见，体弱多病，唯唯诺诺，3项傀儡帝王的经典特征，毫无意外地铸就了苏长昭权倾朝野的结果。而新帝御九臣是原主苏长昭一手扶上龙椅的，于是登基之后，御九臣完全依仗苏长昭，并对他大加重用，赐王府，享爵禄，更贴心地为他开建了监察院。苏长昭权势滔天，位极人臣，人人都称他9000岁。没有人知道，这只是现在人们口中的昏君下的一盘棋而已。在不久的将来，苏长昭会以何其惨烈的下场退出权力舞台。想到日后自己会惨死，苏长昭满腹怅然地来到了御书房。长昭，你来了。臣苏长昭。都说了多少次了，没外人在的时候，你我之间不是君臣，只是朋友，无需行礼。苏长昭低着头，在对方看不到的角度摆出了一张便秘脸。这狗皇帝又开始搁这表演技了。是。实际上他心里却在想，狗皇帝，你要演我就陪你演。殊不知短短一瞬，他心中所想皆被对面的微笑之人尽收心间。我天，这就是古代的御书法，我真的传书了。传成什么不好？传成太监？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古时候的字都没有标点符号的吗？阅读艰难。等等，这就是玉玺吗？原来不是玉的，是金的。这金是真金吧？玉九成批阅奏折的手一滞，抬眼朝苏长照的方向望去。这里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平时城府极深的人，今日却如此聒噪。直到发现苏长照冲自己弯眸一笑，明明没有开口。看我干嘛呀？难不成我脸上有花？这么看的话，这狗皇帝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也是，种马文的男主长得还不好的话，后面拿什么骗那些后宫啊？玉九成，望着苏长照那张连女人都会自惭形秽的绝美脸庞，再听着这几句与那没脸挂笑极不相符的话，玉九成只觉得可能是自己吃错药了。下意识抬手掌额，谁知苏长照瞧见他的动作之后，连忙上前关切道：“陛下，这是怎么了？要不臣扶您过去休息一下。”劳累了就别干活，劳逸结合都不懂，难怪自古帝王个个都是短命鬼啊！玉九成默然瞪过去，好可怕的眼神，难道他有洁癖？那我还是不要碰他了。玉九成发现自己拥有了一个神奇的能力，那就是能够听到人的心声。可经过几天下来，他发现他只能听见苏长照的心声，别人都不行。为了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段时间玉九成时常传唤苏长照来御书房一同批阅奏折。苏长照的势力早就渗透进御书房，于是分给他的奏折几乎都是经过筛选的，全都是些小问题，所以每次他都能提前批阅完，但是每次都装作一副还在批阅的样子，伏案提笔认真书写。事实上他确实很认真，画乌龟画得很认真。娘子好想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百无聊赖之下，苏长照在心里唱起了歌。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擦掉一切陪你睡。听到苏长照心中那些露骨的歌词，差点没把玉九成呛死。不是，这都打哪儿学的呀？陛下，您没事吧？朕无碍。当初就是为了让原主苏长照放下戒心来，玉九成不仅装出一副毫无主见、唯唯诺诺的模样，甚至还服下了折损身体的秘药，让原主苏长照坚信他就是最好操控的傀儡。对了，后日的选妃大典，不知长昭可有空闲？听他的意思，是想让我帮他选妃？开什么玩笑，我一个太监帮他选老婆，以前也没有这个先例啊。长昭你是知道的，朕刚继位不久，身后没有族亲，朝中很多人都不服朕，这次选妃尤为关键，朕怕一个不好着了人家的道。有你在的话，我会放心很多。意思就是得罪人的活让我来干呗。原主可能不是人，但皇帝你是真的狗啊。熟知剧情的苏长昭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了，而他呢，已经决定抱男主大腿，只希望待男主功成名就的那天，可以放他回乡颐养天年。试想一下，他一太监也不用嫁人，加上这丰厚的积蓄，完全可以在乡下当个不折不扣的大土豪啊。男人方面嘛，那万一有需求，他大可养上3、4、5、6、7个面首，反正有钱，天天换美男不重样的，不比抓着王权不放，最后惨死的好吗？臣定当竭尽所能，替陛下分忧。好。就在这时，一名黑衣人从房梁上一跃而下，长剑直指玉九成。狗皇帝，受死吧！小心！他第一时间推开了玉九成，千钧一发之际，苏长昭一脚踹开了那名黑衣人。来人，
护驾！黑衣人一见形势不对，顾不得伤势，捂着胸口破窗而逃。追，要活口。是。妈呀！好在原主武功盖世，要不然刚刚我俩一准儿凉凉。陛下，何有受伤？有长招在，朕便高枕无忧。尼玛，这演技，不拿小金人都对不起你。长招今晚可否留下？留下？狗皇帝，你是母胎搜了太久，对我一个太监都有想法了？听完新生的御九臣，努力维持住病态无助的模样，解释道：是守夜，我怕那贼人去而复返。大典如期而至，不愧是男品种马文呐！瞧瞧这些秀女，一个赛一个的漂亮。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无数个优秀的女人。苏长昭既然选择成就男主，自然是要帮御九臣把那些红颜丑马一个一个弄到手的，早日完成任务，他也好早点退休嘛。傅凝霜，哪个才是傅凝霜啊？傅凝霜，是他安排的人吗？这时，一名冰肌玉骨的蓝衣女子已然上前。臣女傅凝霜，参见陛下，见过饶安王。她就是傅凝霜。素闻富家嫡女，博学多才，7步成诗，乃我玉龙第一才女。王爷谬赞，不过是虚名罢了。真不愧是后宫女主之一呀。今日必须把人留下。今日选妃大典，不知傅小姐能否即兴作诗一首，助助兴啊？是，那臣女就献丑了。傅凝霜666，傅凝霜你是最棒的，加油加油！苏长昭连续打 call 的心声犹如穿脑魔音，轰然涌进了御九臣的脑海。那么希望此女中选，那朕偏不让你称心。放于扶手上的食指敲了敲，冲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几个人比了个手势。那几人立即拿出一个不停鼓动的布袋子，将里面一只喂了药的猫抛向了傅凝霜。喵的一声，突然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野猫，它正照着自己迎头砸了过来。有刺客！护驾！护驾！长昭，别离开镇尸殿。就这样，苏长昭眼睁睁看着御九臣的后宫之一傅凝霜被发狂野猫抓破了脸。不是，怎么会这样呢？其后选妃大典照常继续着。臣女杜兰儿参见陛下，见过饶安王。杜兰儿，面如娇兰，蜜甜可人，就封兰贵人吧。啥？不是，陛下，您是不是忘了，这人前段时间才被您从寝宫中丢出来过？傅凝霜那么好，你不要，你偏偏选他？狗皇帝，你眼睛什么时候瞎的？那日天黑没看清楚，今日得见兰儿真容，方知深得朕心。兰儿领旨谢恩，万岁万万岁！苏长昭将，接下来呢，就跟原著差不多了。除了杜兰儿，御九臣还选了好一些出身不高但模样美艳的女人，以全他的昏君之名，用来迷惑苏长昭的。什么鬼啊！该中选的没中，不该中的中了一堆。听见苏长昭新生的御九臣，没由来的心情大好。又是一天杜兰儿被拦在外面不得见圣颜的日子，刚巧今儿被前来面圣的苏长昭撞见了。据宫里的探子说，兰贵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御书房找陛下，但陛下始终不肯见他。这人不是他自个儿选的吗？怎么还不满意了？走，看戏去。苏长昭带人过去的时候，杜兰儿刚被御书房门外的侍卫用武力强行逼走。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等本宫哪天得势，第一个就把你们通通撤职，再打50大板！哼！一主一仆走在回去的路上，宫娥提着手里的食盒问：“贵人，这些点心怎么办？”
哎呀，本宫现在看到这些点心就晦气。傅凝霜那贱人一点用都没有，还说自己做的点心天下一绝，定能帮我见到陛下。我呸！傅凝霜那贱人自己晦气就算了，还连累我。还有那个苏长昭，不过是个阉人，竟敢干涉后宫。傅凝霜都落选了，还跟本宫一样的规格，凤营和宫殿都私下提升，他当他是谁啊？天皇老子吗？不过是条阉啊！话没说完，啪的一声，他被人打了一记耳光。谁敢打我？就见高瘦挺拔的侍卫李行正冷眼看着他，还有正慢慢走过来的绝色之人，不是苏长昭还能有谁呀？苏长昭，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打本宫！本王今日就打你了，怎么着吧？你反了！我可是贵人。区贵人，连龙床都没爬呢，竟还在这儿耀武扬威。你信不信，本王现在就是杀了你，陛下也不会说什么。苏长昭，你还有尊卑，还有王法吗？尊卑王法？不好意思，你在本王的面前顶多算是蝼蚁，连卑都算不上。至于王法……这时附近走来一队皇城卫兵，苏长昭用扇头指指他们：你大可以呼救，但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叫王法。你以为本宫不敢吗？来人呐！杀人了！苏长昭要谋反呢！不远处的卫兵闻声朝这里望过来，可当看清呼救的陆兰儿身边正是9000岁苏长昭和锦衣卫李行的时候，那些卫兵下一秒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怎么会这样？苏长昭快意地带着李行从他身边经过。千岁，需要做掉他吗？大哥，你是黑道还是一天不杀人就不舒服啊？不用了，蝼蚁而已。是。对了，傅凝霜那边还好吗？傅小姐已经按照千岁吩咐妥善安置了，她脸上的伤也由太医诊治，相信不日便可痊愈。陛下，这是怎么了？最近偶感风寒，怕是诸多事情难以尽心。这个时候，我也只能仰仗长昭你了。诸多事，哼，这就是你冷落后宫的借口啊！切，什么时候种马男主这么洁身自好了？陛下一定要保重龙体，其他琐事皆可交给长昭处理。狗皇帝，你演归演，入戏太深可就不好了。那么多后宫还等着你宠幸呢。哎呀，想想原著最后，这狗皇帝有101位皇子公主，我他妈直接跪服啊！苏长昭下意识地朝御九臣的裤裆看去，讲着他挺好奇，强烈克制住并腿冲动的御九臣心有震惊。我居然有那么多孩子！这么多天下来，御九臣终于确定苏长昭跟他一样也拥有奇特的能力。他能听到苏长昭的心声，而苏长昭呢，似乎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不，通过他内心种种怪异的言辞，御九臣已经能断定，苏长昭似乎已经不是原来的苏长昭了。又是一天守夜，苏长昭一如既往坐在椅子上，面无表情地望着对面龙榻上安然入睡的御九臣。这狗皇帝又抽什么风啊？这刺客的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今儿又喊老子来守夜，你怕不是故意整我的吧？话说，这狗皇帝纳妃之后一直都没有宣人过来侍寝，他该不会是那方面有问题吧？装睡中的御九臣，其实因为怕死，也不会清心寡欲如此。他可是种马文的男主啊，一夜7次郎都跟过家家似的。不对，这很不对。保险起见，改明儿还是找御医过来看一下吧。听到苏长昭关心自己的身体，御九臣还是挺高兴的。
只是他没事就喊自己狗皇帝，又是种马文男主什么的，一点尊敬之意都没有。他究竟是忠还是奸呢？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其他 rapper 都是废，没人敢登我的妹。再一次听到苏长昭那不伦不类的内心哼唱，玉九晨表示欣赏不来啊。既然现在这个苏长昭知晓未来，又打算帮助自己成就大业，他也势必会好好重用他。1个月之后，汛期来了。两河流域每年到了这种时节都会发生洪患，玉九晨身为天子，自是要承担起为民祈福的义务。玉九晨把苏长昭唤到御书房里，他拉着苏长昭的手，可怜巴巴地央求着他随自己一起去天坛祈福。若有长昭同行，朕定会高枕无忧。而让苏长昭爽快答应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此行玉九晨将会遇到命定的第2个红颜女主。此行路途偏远，陛下一人在外，臣也不放心。即便陛下不开口，臣也是要请命同行的。这么说，长昭你是答应了？前往龙陵山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地从皇城出发。苏长昭看到已着正服的玉九晨，见他不过是换了身衣服，君王威仪立现。哎呀，这人靠衣装马靠鞍，这狗皇帝换身衣服还挺人模狗样的嘛。玉九晨今天的服饰不仅看上去霸气，还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呢。苏长昭明明都没挨着他，一连几次车辇摇晃，他竟被玉九晨肩上的装饰戳了好几下。我靠，可疼死了！狗皇帝是故意的吧？要谋杀也不带这么玩的呀！玉九晨只想让他坐得近些，方便听他的心声啊，倒是没想那么多。但见他一个劲儿的喊疼，他正好报一下这段时间他对自己的不敬之罪。谁知车轱辘似是压到路上的石块，车辇猛一摇晃，玉九晨作势就要撞上苏长昭。就见苏长昭向后一仰，玉九晨冲撞的肩头直接落空，身子一歪，竟然倒进了他的怀里。这时外头随行人员生怕刚刚那一晃引来盛怒，赶紧前来查看。陛下，您没事吧？当车帘掀开，玉九晨倒进苏长昭怀里的一幕刚好被众人瞧个正着。玉九晨刚想起身，却发现苏长昭正暗地使力让他起不来。陛下，您没受伤，快让臣看一看。哼哼，狗皇帝，你刚刚撞了我那么多下，也让你丢下脸好了。反正原著中你是男女通吃的，就给你的香艳史上再添一笔好了。跟一个太监传出绯闻来，气死你！就这样，玉九晨近男色的绯闻果不其然在队伍中传开了。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刚刚在龙辇上，陛下就躺在9000岁的怀里，那画面香艳的连画师都画不出来。可不是嘛，9000岁虽非女子身，可她那般谪仙容貌，就是放眼后宫也无人能及，难怪君王会动心。哎，对，这会儿队伍正中途停下来休息，苏长昭也借口出来小解，方才那些人的话刚好被他听了个尽。解气啊，狗皇帝，我让你欺负我，以后就用这个法子治你。哼！大部队终于赶在入夜之前抵达龙陵山行宫。就在所有人为明天仪式忙里忙外做准备的时候，一道不起眼的身影悄悄地溜进了玉九晨的寝宫里。谁知他刚端酒进来，拿下！别杀我！我是兰贵人！胡闹！谁给你胆子偷出皇城？陛下自从封兰儿为贵人后，一次也未曾踏进过香兰殿。兰儿想求见陛下，每每都被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拦在殿外。兰儿也是没有办法呀。求陛下看在兰儿一片真心的份上，别赶兰儿走。兰儿什么都不会做，陛下就当兰儿是宫女，
留下兰儿随侍伺候吧。苏长昭却看见玉九晨在捏食指，这是他想杀人的时候才会有的表现。陛下，兰贵人年纪尚幼，行事虽鲁莽，但初衷单纯，念他是初犯，望陛下从轻发落。祭天期间，戒荤戒酒戒女色，更戒血腥，要是让狗皇帝大开杀戒，难保不会让有心之人做文章啊。竟是为了我。玉九晨心有动容，这里就交给长昭你了。说完起身离开了。陛下，陛下！兰贵人就没有想过，万一今年洪涝严重，陛下就会落下画饼，说他祭天期间不忘带妃子夜夜笙歌，对天不敬，所以天降洪灾，以致黎民受苦。到时候你让陛下如何自处啊？他们胡说八道！胡不胡说的不是你说了算。本王就问一句，若真发生有损陛下声誉之事，兰贵人可担得起这份责任呢？我相信兰贵人已经明白个中利弊了，本王这就遣人送你回宫吧。这段时间为了兰贵人日后的荣华富贵着想，本王觉得兰贵人应该安分地在宫里抄写经书，为民祈福，替陛下分忧。狗皇帝啊狗皇帝，我为你殚精竭虑，操碎了心，日后你可千万别叨我，要记住我的好。八字二手新能源，源头直供更省钱。祭天仪式虽然顺利完成，但在返回龙都的当夜，玉九晨还是中了毒。徐太医，你可是太医院长院，你都没有办法替陛下解毒吗？千岁明察，老臣真的尽力了。陛下所中之毒并非寻常毒，除非有解药，否则只有寻医女子前来替陛下疏解毒性啊。苏长昭表面上平静，实际内心抓狂的要死啊！你妹！按照原著剧情，玉九晨就算中毒，也应该是在返程途中遇袭之后中毒啊，然后就邂逅了倾力出尘的女主后宫之一的女医圣萧琴素。这为了救她，两个人一起恩恩爱爱滚床单，剧情应该是这样发展的嘛？不是现在什么鬼啊？萧琴素还没有出场，他就中了这个每部狗血书里必须有的宽衣解带什么劳狮子的毒。关键我现在去哪儿找个女人给他解毒啊？早知道就不送杜兰儿走了。这么坐以待毙下去也不是办法，你们几个带一队人出去，在方圆几里严密搜查，务必要找到萧琴素。千岁是说女医圣萧琴素？对，就是她。属下领命。李行带人离开之后，苏长昭就跟剩余的人守在玉九晨的床边。狗皇帝啊，你可不能死啊！你这一死，这个世界说不定就完了，那我之前做的那些就都白费了。玉九晨迷蒙之间，再次听到苏长昭的心声，手指在大家都没注意到的地方动了一下。外出寻人的李行始终未归，苏长昭一直盯着玉九晨，头也不回地问身后也不知道擦了多久额汗的徐太医：“陛下还有多久毒发？”“最多半个时辰，不能再多了。”“现在所有人都出去。”众人吓得赶紧退了出去。“没有本王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所有御林军向外离开3丈，违令者斩。”“是。”徐太医和一众工人跑出来之后，只见周围所有的御林军都按照苏长昭的命令齐齐向外离开3丈。你别死啊！你死了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这遇到的都是什么破事儿啊！我当着反派啊，我操着老母亲的心，我这一天天的……突然间，久不见醒的玉九晨突然猛咳了起来。“你醒了。”苏长昭喜还没爬上眉梢呢，
玉九晨就给他来了个经典桥段，歪头哦。紧接着，房顶外传来打雷的声音，轰鸣的雷响仿佛要把天地给震穿。与此同时，苏长昭骤然发现自己的手变得透明，这世界是要毁了。朦胧间，玉九晨感受到有人在脱他的衣服，期间他听到了一些细碎的呜咽和埋怨。我怎么那么难？太可怕了！我这样下去我会不会死？好烦！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是我呀？这些声音伴着呜咽，犹如溪水般流淌进了他的心里。逐渐的，身上的闷燥、五脏六腑的灼烧感都不见了，只剩下无尽的舒。再度醒来，玉九晨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宫里了。事后得知自己中毒，在问起是怎么解毒的时候，所有人都口径一致，说是饶安王苏长昭用尽毕生的功力为他解了毒，因此苏长昭一身绝世武功都没了，所以此举为苏长昭博得了一片忠君的美名。这天，苏长昭正躺在他那3人豪华的大床上，以养病为借口，他呀已经好几天没上朝了。事实上，那天为了救玉九晨，他也算是去了半条命了。谁他妈会想到，玉九晨那小子平时看不出来，男人那啥倒是挺壮观。那真不愧是种马文的男主，如果全书就一个女人，估计那女的得死了。左右呢，他已经打定主意了，死都不会再献祭自己第2次。千岁，您起了吗？门外赫然传来李行的声音。何事？千岁，属下可以进来吗？属下已经有1天没有见到您了。这酷似情话的发言是什么鬼啊？进来吧。得到苏长昭的许可，李行立即喜形于色地推门而入。看把你担心的，本王好得很，即使没了一身武功，本王权势还在，定能护你们周全。是属下办事不力，若非属下无能，千岁您也不用，请允许属下将功力渡给您，以偿己过。苏长昭知道李行能说出来，他就一定能做到。拉倒吧，就你那点功力，还不够我塞牙缝呢。与其我俩都废了，你不如留着一身本事，今后尽心尽力地保护我。即使千岁不说，属下也定当如此。行了行了，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我再睡会儿。是，那属下这就去回禀陛下，说您尚未康复，不宜见。等等，啥玩意儿？李行话还没说完，苏长昭一下惊坐了起来。李行刚准备说清楚，门外立即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看来朕来的不是时候。再次见到玉九晨，不知怎么搞的，眼前总是浮现那日跟他缠绵的景象，还包括某些身体上的记忆。他怎么来了？宫里那么多事还不够他忙的吗？听完了，玉九晨的心里有一丝失落，他不想见到自己吗？玉九晨赫然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他什么时候开始在意一个男人的想法？更何况对方严格来说都不算个男人，顶多算半个。秦书臣无法行礼之罪。长昭不必如此，若非长昭舍命相救，朕只怕现在跟你说话都做不到了。玉九晨坐到床边，亲自为苏长昭顺背。陛下，折煞微臣了。他一面说，一面闪躲着玉九晨再次伸过来的手。现在他一看到他那双手，那一根根修长的手指，就想到那天他按住自己的手腕，然后跟自己十指紧扣，令人面红耳赤的画面。长昭，你脸怎么红了？啊？可能太热了吧，太热了。热你还裹那么厚，肯定出汗了。来，把被子松开，把衣服脱了，我给你擦擦汗。
不用，不用。哼，害什么羞嘛？这里又没有外人，不碍事的。不用，真不用。湿的衣服不及时换下，很容易受凉的，病了可就不好了。来，不用，真的不用，臣可以自己来。我来都来了，常昭就让我帮你吧。语气温文，但手劲儿极大，一个拼命裹，一个拼命拽。一时间，站边上的李行，还有随同玉九晨一同进来的工人们，全都看傻了眼。只有玉九晨能听见苏长昭内心直吼：“滚！狗皇帝，拿开你的狗爪！莫让子！滚！”在苏长昭的抵死不从下，结果自然是玉九晨无功而返了。不过身边的亲信孟维见他走出王府大门之后，脸上还噙着散不去的笑意，忍不住小声问：“陛下，您何故如此高兴啊？”你不觉得咱们的9000岁很有意思吗？但因前些时候君王躺怀事件，孟维也不由得开始偏信那些传闻了。他家陛下该不会真的对一个太监起了男女心思吧？前段时间我让你找的人可有眉目？那日中毒，他虽然被苏长昭所救，但迷蒙之间他记得很清楚，给他解毒的是一个女人，对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也相信此女定是被苏长昭给藏起来了。还没。不急，来日方长。又是一日早朝，苏长昭罢工多日，终是躲不过打工人的命运。今儿他终于来朝议了，但他不知道的是，玉九晨跟他之间的流言蜚语愈发泛滥起来，以至于今天遇到的人都拿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此刻有朝臣在朝议之后开始规劝玉九晨关心一下后宫还有皇嗣的问题。苏长昭面上没什么，实际上心里偷着乐呢。看吧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不沾女色，有的是比你急的。哎呀，看来这当皇帝也挺不容易的，生不生孩子还得听人家的。哎呀，想来还不如我一个太监。听完苏长昭新生的玉九晨，心有不愿。他原本也想着同意朝臣开始宣人侍寝得了呗，若真妥协啊，那他的君王威仪何在？此事容后再议。启禀陛下，凤来国使臣不日将至龙都。凤来国来使臣的话，看来下一个主线剧情就要来了呀。狗皇帝的第一个女主唐凤剑马上就要登场了。好激动啊！她可是后宫女主中呼声最高的，聪慧不粘人，有貌有身份。关键日后在狗皇帝统一7国的时候，她可是倾一国之力助狗皇帝一统江山，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女主。狗皇帝身边唯一能跟她并驾齐驱的皇后呢。唐凤剑。凤来国想跟玉龙国和亲的消息很快传遍龙都。如今圣上迟迟不临信众妃嫔，这又突然来了位和亲的公主，后宫那些个争奇斗艳嗷嗷待哺的妃嫔们自是坐不住了。首当其冲的自然要数兰贵人。当她带着宫婢小娥来到御书房殿外，那儿啊已经堵了一水溜的花枝招展了。陛下，陛下，陛下，臣妾亲手做了羹汤，特意给您送来的。陛下，臣妾昨日画了幅字画，想让陛下品鉴一下。陛下，臣妾练了好几日的舞，特来献给陛下。姗姗来迟的杜兰儿，身边的小娥道：“主子，那我们……”杜兰儿看脸，他手里捧着的经书誊抄簿，比起那些庸脂俗粉的谄媚玩意儿，他这抄写的经书定能引得陛下的注意。走，本宫就不信了。可当他带着小娥过去，御书房的大门赫然打开了，见到传闻中只手遮天的9000岁，外面这些女人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9000岁，诸位娘娘，也该喊罚了吧？此言一出，所有妃嫔皆沉首不语。现在谁敢说话呀？除非不要命了。本王跟陛下有国家大事相商，还望诸位娘娘乖巧懂事，莫要在此逗留。
王爷说的是，妾身想起还有事，先行告退。领着贴身宫娥拔腿就跑。我也是，妾身也告退。臣妾告退。不一会儿，人就走完了，其中也包括杜兰儿。望着已经走远的莺莺燕燕们，苏长昭在心里叹了口气。我就知道没好事儿。还能怎么办呢？识君之路，担君之忧呗。长昭，朕果然没你不行啊。既然陛下无事，那臣就告退二字还没出口呢，御九臣立即道：今日宣你来，确实有要事相商。狗皇帝，你天天的就知道使唤我是吧？臣愿替陛下分忧。凤来国使节后日便可抵达龙都，我要你替我去迎接他们。以9000岁的身份亲迎使节的话，算是给足了凤来国面子。这唐凤剑又是未来的皇后，狗皇帝想的挺周到的嘛，此举相当于提前刷老婆好感呢。听见苏长昭新生的御九臣，内心笑了笑。既然苏长昭说那位和亲公主是自己未来的皇后，又对自己的霸业助力颇大，那必定是位令人魂牵梦绕、不同凡响的女人。即使如此，但要从一开始就礼貌周到，不可怠慢。臣遵旨。苏长昭拱手领命，盯着苏长昭低垂的漂亮眉眼，御九臣下意识在想那位未来皇后会像跟前之人这般好看吗？发现自己竟拿一个太监跟未来的皇后比，御九臣感觉自己疯了。将人接回皇宫里，苏长昭终于完成狗皇帝交代的任务了。刚要功成身退呢，谁知就被狗皇帝喊来参加什么劳什子的接风宴。于是此刻他正坐在仅次于御九臣的下席，看着满朝文武在席间推杯换盏。好无聊啊。许是无聊，苏长昭又开始打量起第一女主唐凤剑来，发现唐凤剑有意朝御九臣的方向一连看了几次。哇，这就开始了吗？不愧是我站的 CP 啊！当初看小说的时候，评论区各种站 CP 的，苏长昭自然站的也不少，其中凤九 CP 的大旗就是他扛的。当时为了给凤九 CP 拉粉丝，还自掏腰包去请客了。幸好我发现了一个便宜的平台，汉堡炸鸡9块。糖糖加油加油，一举拿下狗皇帝！狗皇帝很好得，一得就能得到。糖糖勇敢飞，糖分永相随。御九臣表示很无语。听苏长昭在心里喊了那么久，他下意识朝一直看了自己很多次的唐凤剑望去。会不会是爱情来了？为什么又开始不骄傲？每次看见你微笑，我总是来不及思考。他承认，身为公主，唐凤剑的气度确实是罕见的，可单凭这样还远远不够。拿下他，拿下他，拿下他！拿下朕？苏长昭，你也未免太小看朕了。接下来的宴席中，苏长昭发现御九臣和唐凤剑除了之前那浅尝辄止的对视之后，再也没有别的交集了。怎么会这样呢？难不成是因为刚接触，狗皇帝和糖糖都还彼此生疏？一定是这样。我想一下，糖糖来玉龙国好像是因为那件事儿，后来御九臣帮了他，糖糖就因为欣赏御九臣的慷慨和为人，然后才被他拿下的。他没听到苏长昭解释那件事究竟是哪件事，不过他倒挺好奇的，能让唐凤剑主动现身并答应日后助他完成大业，究竟是帮了对方多大的忙，才能滴水之恩涌泉报成这样的。宴席结束后，长昭留步，御九臣将人领到御书房，遣散工人，关上了门。见状，啥情况？把我叫过来，还把人支走，又把门关上。我要不是知道你是匹种马，我当真以为你要对我干什么呢？长昭，你说凤来国这个时候送来和亲的公主，是为了什么？原来狗皇帝也看出来凤来国来意不纯，他这么问，我单独把我留下来，怕不是觉得这件事儿跟我有关。
臣觉得，凤来国向来与我玉龙交好，即便真有意图，也断不会危害陛下。与其在这儿毫无头绪的盲猜，陛下不若在明日接见的时候，当面问清楚。常昭言之有理。我记得这个剧情是唐皇后为父寻药，凤来国的国主长期缠绵病榻，时日无多。这唐风剑得知玉龙国有天香豆蔻，于是就打着和亲的幌子，实则是来找宝药救父的。后来找到药的时候，被狗皇帝发现，得知实情的狗皇帝念他纯善至孝，便大方赠药。唐风剑呢，又是一个从来不白拿别人好处的性子，也就主动现身，跟狗皇帝并承诺日后若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定当倾力相助，这才有了之后借兵攻城、汾海营救的事儿。终于得到答案的玉九臣心道原来如此，他心下做着计较，但紧接着就听苏长昭心叫道：完了，天香豆蔻是女医生萧琴素的所有物啊！当初他为了救狗皇帝，跟他裹完床单就跟他回宫了。是这段剧情现在显然已经变了呀！萧琴素到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去哪儿找天香豆蔻啊？完的，少了一位女主，就少一段剧情，以至于后面其他的剧情也会跟着崩啊！不行，我得想法子把萧琴素找出来，让原剧情回归正轨。上次祭天就是因为该出现的萧琴素没出现，才不得已换人替狗皇帝解毒的呀。一听到苏长昭似乎在想那天解毒的事儿，玉九臣心下一紧，立刻竖起耳朵听。自那天之后，玉九臣就对那位替他解毒的女子念念不忘。原剧情里面，狗皇帝是在祭天返程的时候遭遇到毒发行刺的，身中剧毒还有重伤，后来被路过的萧琴素发现并且救下。既然第一个剧情已经改了，那么如果能找到那批难民，相信剧情主线就会回归了呀。我该怎么做才能让狗皇帝再出宫一趟呢？玉九臣心里乐呵呀，哼，看来还得朕出马。下一秒他抵住额头吃痛道：哎呀，陛下怎么了？此祭天归来，身体总有不适，听闻这是撞了邪祟儿。我有意去城外龙隐寺参拜除祟，不知常昭能否同行？狗皇帝，你上哪儿都要拽着我是吧？万一被发现我武功健在，到时候我还解释不清了我。就知道你武功尽失是假。既然出行是你提出来的，外出又怎么可能少得了你呢？苏长昭武功深不可测，可是众所周知的。玉九臣带着他形同大力之以一敌百的军队，何乐而不为呢？常昭让你为难了。上次你因我功力尽失，如今又让你同行，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哟，苦肉计都出来了。演，我就静静的看着你演。不过说起城外龙隐寺，我记得他们家素斋好像挺不错的，尤其是有款素点，出自寻灯大师之手，堪称业界之最啊！若是随狗皇帝去的话，说不定能吃到呢。陛下厚爱，臣肝脑涂地，定当万死不辞。终于让苏长昭答应随行了，玉九臣放宽了心。可是，一想到自己演了半天还抵不上一盘糕点，他心下不禁生出些许苍凉。这狗皇帝是按照计划出来了，但他能不能遇上萧琴素，这得看造化呀。这次行踪还算隐蔽，知道的人并不多。若这次狗皇帝还遇伏，那查出幕后的方向也就有了。大概行到一半，马车骤停。发生何事了？一女子突然从路旁冲出来，被我们的马车撞倒。人可有恙？晕了。晕了？苏长昭跟玉九臣眼神互换，不好，有埋伏！话音刚落，被随从抬起的晕厥女人立即睁眼，亮出匕首，扎向离他最近的随从。密林间同时射来一箭，冲玉九臣急射而来。陛下！千钧一发之际，苏长昭回身扑向玉九臣，
仰望着身上拼死护住自己的绝美之人，想着方才那一瞬他义无反顾地扑向自己。不知为何，玉九晨感到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护驾！陛下，这边。苏长昭留下李行等人与密林间冲出来的一伙人缠斗，他借机掩护玉九晨离开。这狗皇帝还真是用一副拉仇恨的好体质，走到哪儿都有人要杀他。跟在后面的玉九晨很无语。这个方向回龙都会绕点路，但是要是能在途中遇到萧琴素，多走几步又有何妨呢？穆苏心情大好的样子，许是一直留意听苏长昭的心声，玉九晨一时没留心脚下，蓦地脚下一空，一阵极快的天旋地转，他整个顺坡滚了下去。可恶，要不是服用了压制内力的药，我也不至于。最终他脑后蓦然撞击到一块顽石，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待他醒来，就听黑暗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你醒了吗？”是姑娘救了在下。正当他心中猜想对方会不会就是苏长昭一直说的女医圣萧琴素时，却听见姑娘。糟了，一不留神用了本来的声音。不对啊，狗皇帝就算认错声音，没道理连我这张脸也认错吧。听着这熟悉的语气，还有那声此刻听来倍感亲切的狗皇帝，玉九晨立即认出这声音的主人正是苏长昭。刚才狗皇帝昏迷的时候，我就检查了一下，他身上都是一些轻伤啊，独独后脑勺砸了个大包，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导致的失明啊？一听失明二字，玉九晨双手一下子攥紧了，成了瞎子何谈成就霸业呀？好在原著中狗皇帝可不是瞎子，证明他这个失明只是暂时的，说不定正是为了遇见萧琴素做的铺垫呢。萧琴素是女医圣，再偶遇到一位不慎遇险失明的年轻君王，这桥段够可以啊。听完心声的玉九晨不知说什么了，自己只是暂时失明，他提起的心总算是放下了。但我现在要怎么跟他说呢？知道自己看不见了，只要是狗皇帝也会慌的吧？有你在，朕不会慌。此处为何这么黑啊？你是没有点灯吗？可怜的娃，这么亮堂的火光都看不见啊！姑娘，公子可能因脑后受到重创，导致短暂性失明。在下还有康复的可能吗？有，肯定有。姑娘又如何肯定？既然他把我当成女的，不若我就假扮成萧琴素吧。反正她是后宫女主之一，很快就会跟狗皇帝相遇的，替他治眼睛。到时候只要把人交给正主，我这个助攻选手就能功成身退了。说干就干，苏长昭立即起范儿了。实不相瞒，鄙人姓萧，名琴素。什么？姑娘就是江湖人称女医圣的萧琴素，萧神医？正是。想不到能在这种地方遇到神医，实在是在下之幸。相信以萧神医的医术，在下定能不日痊愈。那是自然。就这样，为了早日遇到正主萧琴素，每天苏长昭都打着外出采药的幌子满山的寻人呢。这天一大早，苏长昭又不打招呼的外出采草药了。听着屋内动静消失，玉九晨才睁开双眼。虽然睁开和没睁开一样，眼前都是黑的。下床后，他什么也不干，熟门熟路的摸到门前一张椅子前坐下，就这么哭等着苏长昭回来的那一刻。没过多久，院子里传来了动静。玉九晨俊脸一喜，他起身就朝门口走，可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喊声萧姑娘，院子里就传来了不同寻常的声音，一下令玉九晨警觉起来。不是他。玉九晨探手在门边找趁手之物。小白，不可伤人。女人的声音。你是谁？为何会在此？你的眼睛，你这眼睛
不是从一开始就看不见的吧？他竟然随便看一下就猜出来了。算你小子命大，遇上了我。咦，家里来客人了，是苏长昭。玉九晨眉目舒展，可刚高兴不到1秒，他又听到：等等，白衣娉婷，眉目娇娇。我去，她不就是女医圣萧琴素吗？居然自己找上门，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还是男主魅力大，老子在山上找了那么多天，男主眼下蹲家里也能把人蹲过来。早知道我就省省力气，这几日山头都被我踩平了，累死了。呵呵，不行，现在正主出现了，那我过去不就成电灯泡了？我得给他们留感情发酵的空间。溜了溜了。玉九晨虽听不太懂苏长昭的遣词用句，但听出他好像要走，他要丢下自己。不行，心里一时着急，看不见他也追了出去。哎，你去哪儿啊？公子别跑，我不是什么坏人的，我可以治你的病。这狗皇帝，如花美眷就在眼前，他到处跑什么呀他？听到他声音的玉九晨原本还不知往哪儿走呢，听完立即有了方向。他怎么往我这儿跑？我见鬼了！玉九晨听出他就在附近，一门心思的就想抓住他，想丢下他，没门儿。玉九晨虽能听声辨位的找到苏长昭，但山路崎岖，一不小心他就被树根所绊。看不看吧，摔跤了吧？玉九晨赌气般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可是越接近苏长昭，地面就越不平整，一不留神他又摔了一跤。我天，看着就疼。你还小嘛，那么不让人省心。玉九晨感觉到自己受伤了，但他还是咬牙爬了起来。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能让苏长昭把自己扔下。公子，人家都追过来了，我这狗皇帝你跑什么呀？离得那么近，我都不好溜了。听苏长昭的语气，似是铁了心的要把自己丢给别的女人。玉九晨一负气，扭头就冲萧琴素吼道：“你别过来！”这时小白跑了过来，冲着刚刚吼他主人的玉九晨一顿狂叫：“小白乖，他是病人，别再吓到他了。”这萧大大也太好了吧，人美心善，对病人又那么有耐心，相信他一定会好好照料狗皇帝的。我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苏长昭都感动了，但他呢，只顾关注萧琴素了，竟没发现玉九晨循着他的心声已然找到了他。蓦地，玉九晨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狗皇帝怎么找到我的？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龙阳之恋？观他双眼泛光，似是发现新大陆一样的眼神，苏长昭简直秒懂。妹纸，你是不是想歪了？不是你想的那样啊！随后三人一狗回到木屋，从苏长昭那儿了解情况之后的萧琴素开始着手为玉九晨治疗。公子，属下找了您许久，没想到您一直跟萧神医在一起，公子果然吉人天相。公子放心，有萧神医在，您的眼睛一定会很快康复的。苏长昭第一个打破僵局，并有意将这几天冒充萧琴素陪在玉九晨身边的事儿给糊弄过去。有长昭在，我便能安心。这台词你应该留给你后宫啊，跟我一个太监说多浪费啊。公子是如何得知属下在外头的？感觉。苏长昭紧张地往萧琴素那一瞥，生怕他想歪了。可果不其然，看见他在垂头轻笑，俨然一副已经磕到的表情。神医，我来帮你吧，有什么杂活我能帮忙的吗？你把这草药切成段吧，每一根不要太短，有小指的长度就好。好嘞。过程中，苏长昭发现萧琴素一连看了自己好几次。是我脸脏吧？说实话，我走遍大江南北，还从未见过有你这般俊俏的男人。
没想到这个萧琴素倒是个直爽的性子。不过当着男主的面，你夸别的男人好看。苏长昭下意识看了看玉九晨的方向，发现对方正臭着一张脸。他是在生气吗？这边剧情主要是他跟萧琴素两个人萌生情愫，在干柴烈火。现在我掺和进来算什么事儿啊？这狗皇帝该不会见我跟他看上的女人聊天投气，所以怨恨上我了吧？拜托，我想走，是你硬要拉我回来的好不好？现在摆出一张臭脸给谁看？将苏长昭内心叫屈听得清清楚楚的玉九晨也不知道自己在在意什么。你去哪里？给你腾地儿啊，还能去哪儿？我去方便。正好我也要去，一起啊。不是方便还他妈一起？你丫的故意的吧你？一扭头便见萧行素一脸激动地捂住了口鼻，那熠熠生辉的眼神，苏长昭再次秒懂，内心悲泣道：小女神，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腐？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入夜后，三个人站在房里唯一的一张床前。苏长昭看到那张床，就想到原著中应该是男女主滚床单的地方。要不萧神医睡床吧，我跟公子好歹是男人，随便在哪儿将就就行。二位公子一看就是金尊玉贵之人，不像我粗野惯了。反正我就一个人，身量也小，就在这桌边趴趴就好。那怎么行？苏长昭立即看向玉九晨，故意大声意在提醒：狗皇帝，你倒是说话啊你！该是你展现男人风度的时候了。谁知玉九晨文若礼貌地来了一句：那就多谢萧姑娘了。说完探手摸向床，竟一屁股坐了上去，眼都不眨。不是，苏长昭哑然。萧琴素倒是一点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乎那张原本应该是男女主躺着的床，如今变成苏长昭和玉九晨躺在上面。闹心啊，不是这样发展的呀。这狗皇帝肯定是因为我在场，不好对人家兽性大发。不行，这2天我一定要趁机溜号，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哼，兽性大发，苏长昭，我在你心里就这副德行。一床2人各怀心思。第2天，萧行苏一早便给玉九晨做针灸。拔针的时候，苏长昭问他：萧神医，这是我家公子最后一次扎针吧？对，你记得倒是清楚啊。属下关心主子，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家公子是不是今日就能复明了？事关自己，玉九晨也不由竖起耳朵听答案。对，但具体时间我也说不好，或许过一会儿他就能看见了，或许要到下午或者更晚。基本上就是今天以内，不会拖到明天，是这个意思吗？如无意外的话。太好了，公子，您今日就能看见东西了。眼见萧行素开始收拾家伙事儿，苏长昭连忙问道：萧神医这是要离开了吗？你家公子已然无碍，我也得走了。去哪儿啊？来这的路上听闻附近的一个村子得病厉害，我准备去看看。刚好我们也要去那儿，一起同行吧。你们也要去那儿？你这位后宫女主还没拿下呢，自然是你去哪儿我们也去哪儿。您看我家公子眼睛还没复明呢，只要没复明，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萧神医，您说是不是？原来他在担心我没给他主子治好眼睛。说句心里话，萧神医救了我家公子，也不要枕巾或者回报。我家公子十分钦佩萧神医的医者仁心，还有淡泊名利。如果神医带上我和公子，除了公子的眼睛有保障，必要时我们还能为受难的村民尽些绵力，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些可都是我家公子的意思，小人不过是听命行事罢了。就这样，一行3人离开了木屋，前往青善村。哎呀，萧神医，您终于来了！
我已经按您信上所言，将所有病人和健康的人隔离。对，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病情蔓延。紧接着，萧晴素就开始给个村民瞧病。经他多方面检查，还有对多位尚有意识的村民询问，他很快地得出了结论：他们不是得了病，而是中了毒。啊，中毒？怎么中的？这里地处山地，你们应该更加多以打猎为生。如今正值素葵生长期，它的气味容易吸引走兽。素葵这东西，走兽吃了没什么，但人吃了就跟中毒一样。村民误食吃了素葵的走兽，同样也会中毒。既然我来了，自有办法帮你们。毒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只要找到与素葵伴生的七星草，就能救大家了。村民一听有救，纷纷松了口气。苏长昭知道剧情，所以没什么好意外的。不过接下来萧晴素的安排就令苏长昭不淡定了。不是，萧神医，我又不认识那七星草，让我一个人去不太合适吧？这段找草药的剧情应该是你跟狗皇帝过的，凭啥让我去啊？可我走不开啊，这里有人中毒已深，我得留下照顾他们。我知道那草长什么样。九公子当真知道？知道。他是男主嘛，这个剧情就是专门为他设计的，他当然知道。不过等等，苏长昭恍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太好了，你家公子见过七星草，求二位公子救救我们吧！得，按这尿性，我非去不可了呗。关键是还得跟狗皇帝一起。天啊，原著剧情真再一次偏离轨迹。明明是狗皇帝和女医圣的定情之旅，现在居然变成韦太监扶着瞎子皇帝山间漫步，这叫什么事儿啊？苏长昭还沉浸在凑对任务失败的绝望里，全然没意识到身边的玉九晨已经恢复视力了。是的，在山脚的时候，玉九晨就发现自己能看见了，但是为了苏长昭能多搀扶自己一会儿，他故意继续装瞎。草药我不认识，狗皇帝又瞎，山流那么大，我上哪儿找七星草去？这要是萧晴素过来，小两口卿卿我我，一面做任务一面谈情说爱，那才开心呢。等等，如果我没来，不出现的话，过来执行任务的不就是萧晴素了吗？不行，还是先带狗皇帝回去，这次我就是强行也要把萧晴素强行换过来。听见苏长昭心里的打算，玉九晨当作故意踩中一颗石子崴到的。陛下，您没事吧？脚，我的脚崴到了。苏长昭虽然无语，但还是耐着性子给他检查。还好没伤到骨头。哎呀，不对啊，陛下好像脚肿了。是吗？搞不好是要截肢的。陛下龙体金贵，臣还是先送您回村子吧，正好回去换个人过来。也好，可我已经走不了路了。苏长昭见状，只能背他。当玉九晨趴到苏长昭背上被他背着走时，玉九晨的嘴角就没有下来过。长昭，有劳你了。没什么，这都是臣应尽的本分。狗皇帝，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柔弱不能自理的标签？这才几天，我都背你2回了。